危机圆满结束，台海问题要做最坏打算，解放军破局要做到3点。大家好，我是肖英华。美国已经做好了攻获台海局势的准备，解放军需要做出回应。俄乌冲突影响下的世界形势应该说是非常激烈了，美国与俄罗斯都表现出了对抗的架势。美国总统拜登前脚访问基辅，后脚就在北约军事前线的波兰进行公开演讲。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不甘示弱，在即将到来的俄乌冲突1周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对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决心，并且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视为解决的首要任务。而泽连斯基对乌克兰的态度则是坚决守护每一寸领土，也就是说冲突可能还会继续打下去，世界危机也没有就此解除。从俄乌冲突再看世界形势，基本形成了2个阵营格局，也就是以美西方国家为首的攻火派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阵营的缓和派。为此2个派系在联合国大会上就俄乌局势争论不休。虽然俄乌冲突在1年的持续交火下，两国的战力算是基本被打成了瘫痪，你来我往的攻势中谁都没有占到较大优势。但是我们需要警惕一点，美欧为首的利益集团把下一个战争的焦点放在了台海问题上。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开始就开始布局所谓的打压中国的计划，通过10多年的积累，我们也更加看清了美国的谋篇布局，在亚太地区压制中国最大的棋子就是日本。这10多年来，日本与美国的勾兑下，逐步重回自己2战的野心，10连增的国防军费中持续大批量购买美国军火，以提升自己的军事水平，并在西南诸岛公开对抗中国导弹部队。再到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达成的海洋合作协议，并共享海洋军事情报与数据，也就是说中国第一岛链摆起日本南到菲律宾的战略威胁已经构成，下一步就是用军事手段摧毁中国的领土主权。台海问题就是解放军绕不开的一道坎。那么解放军破局美国在台海的军事野心，对随时擦枪走火的事态要做好打硬仗的最坏打算，需要做到3点。第一，就是在所谓美国设置的第一岛链位置上定期战斗巡航，以宣示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在不破坏周边国家安全的基础上，对我军的战斗力量和综合保证做充分调度，为时刻打仗做充分的准备。第二，就是利用我军信息化军事装备，对我国远洋海域实行长航时情报数据监测，对他国可能的舰船与潜航器进行跟踪与警告，外交通告无果的紧急情况下立刻实施打击摧毁，这也是对祖国领土完整做到的最有力的回应。第三，在与他国来犯之敌对峙或者交火的情况下，全军各级应迅速做好大战到来的准备，对前沿一线部队进行有效的指挥，通过海陆空天武装力量第一时间进行增援，并强力控制冲突现场，以免他国利用可乘之机对事态进一步升级。所以在世界格局极其不明朗的情况下，解放军应该时刻警惕，对美西方的霸权主义做到有力的回击。中国不打第一枪，绝不是为战必战。当领土遭到他国开枪放炮时，解放军绝不会手软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